你知道在英国律师是分成两种的吗？你知道律师在法庭穿什么样的服饰吗？你不知道律师的服饰的由来呢？想知道的话，进来看咯。首先，我们先来做上期补充。上期呢，我提到法律系的学院的时候，我漏掉了一间半私立大学——马来西亚东尼大学。就是如果你在马来西亚 MMU 大学呢念4年过后，你将也可以跳过律师专业课程，直接申请成为实习律师哦。啊？你在我的讲什么啊？回去我上一个影片看啦。主要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英国和马来西亚律师的出庭服饰。那等一下呢，我将会用香港港剧里面的律师服饰呢给大家做介绍。因为香港曾经也被英国殖民过，所以他们的律师服饰呢跟英国是一模一样的。没开始做正式介绍之前，我们有必要先理清一个概念。那就是在英国律师这个行业有分成2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就是我们知道的叫做事务律师 （solicitors）， 另外一种呢就是诉讼律师，也就是我们在港剧里头通常听到的大将或者大律师 （barrister）。最基本的区分方式呢，就是事务律师他多数做的工作呢是法律文件，然后以及提供客户法律意见以及法律服务。那事务律师呢也能在一些地方法庭上庭了，但是在高庭或者以上的法庭呢，他们将没有在法庭的发言权 （rights of audience）。那事务律师呢是最早和客户接触的，但是如果该客户的案件呢必须到高庭或者更高以上的法庭呢审理的话，那事务律师将会把这个案件转聘给大律师，让大律师代表他们上庭为那个客户做辩护，所以客户是不会和大律师有直接接洽的，没有所谓的种类高低之分啦。因为事务律师和大律师呢，他们手上的工作都是一样的繁杂，一样的复杂，各司其职，只是做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呢，这2种行业也出现了类似融合的现象。最显而易见的例子呢，就是第一，在英国的事务律师，如果他想要到高庭或者更高的法院出庭发言呢，那他们可以参加考试。一旦考试通过了过后，他们就会被称为讼辩律师 （Solicitors Advocate）。那就代表说呢，他们和大律师是一样的，能够在高庭或者更高的法庭呢拥有发言权。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当一位事务律师他有10到15年的资历，他一样可以像和大律师一样申请成为女王律师 （Queen's Counsel）， 或者在港剧里面他们成为资深大律师 （Senior Counsel）。我们正式回来服饰的部分。那事务律师的服饰呢是长这样的，律师的服饰呢就是长这样的，就是黑袍、假发，还有2条长方形状的垂下领带。那你是不是发现到，其实大律师的黑袍和事务律师的黑袍长得很像呢？其实有2种方式可以让你去分辨出来。第一就是当事务律师他的那个律师黑袍双手张开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袖子那里有2条黑色的长条布料由那个手肘那里往下垂。那第二个呢，就是你到大律师的背后的那个黑袍呢，你会看到有类似一个小口袋的东西，那是事务律师的黑袍呢不会看到的。当然，大律师呢的服装呢有分男性和女性的，其实差别呢只在就是领带这个部分。那男性的呢整体上来看就是长这样的，那女性的呢是长这样的，也就是他们呢还会有
一层白布呢披在那个领带那个部分 colorate。我们有提到英国女王律师 Queen's Counsel， 那女王律师的那个服饰呢是长这样的，也就是长及肩的假发，然后波浪形的领带，再加上呢在袖子那边会跑出一些花边的衣袖。当然，这套服饰呢只是用在仪式上的服饰。也就是说，如果有1年1度的法庭开幕仪式那资深大律师他们就会穿这套服饰了。那平时上法庭的话，他们穿的服饰呢跟大律师是一样的。我们回到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律师制度呢，其实它是混合了诉讼律师和事务律师的机制。所以在马来西亚律师呢，他们都被称为 advocates and solicitors。也就是 advocates 呢，就是他们会处理诉讼类型的工作 ；solicitor 呢，就是他们会处理法律文件的工作。服饰方面呢，马来西亚的律师服饰呢，基本上是承袭了英国的大律师的服饰，唯独在1990年代开始，马来西亚律师不再披戴假发上法庭。现在我们来谈谈大律师服饰的由来。我们先说说第一个黑袍。那记得吗？刚刚我们有提到，在黑袍后面的左上方呢，有一个小布袋。据说法一，当时的黑袍呢是高大上的贵族呢才配穿戴的，而且当时律师帮客户打官司呢是没有特定或者最低收费的，一切皆是刑事收费 （honorarium），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水洗。你想给多少就给多少，看你自己的心情。所以呢，平百姓呢就会把他们的钱币投在那个小布袋里面。由于平百姓投那个钱币的动作呢是在大律师的背后做的，所以律师根本不会知道那个客户投了多少硬币给他，而直接影响他在法庭上的专业辩护能力。听起来很冠冕堂皇嘞。第二个说法直接打脸说法一，因为剑桥史学家说，大律师黑袍的布料其实在以前是用来做治丧的服饰的，也就是参加丧礼的那一种布料。那至于系在左肩上的那个小布袋呢，其实只是为了要悼念当时在1685年逝世的查理2世。简单来说，就是他们在为国王戴孝而已。这个就是刚刚我们有提到的 court band， 也就是那个律师的衣领上面2个长方形条状的东西，由中央往左右垂下的那个领带。据说是摩西在2块石头所雕刻的石戒。要跟你谈的就是大律师的假发的由来。那这里呢，我有看到3种说法。第一种呢，就是当时英国的上流社会戴假发就是最基本的 starter pack。那说法2就是当时英国呢很多司法部门的官员他们都操劳过度，导致秃头现象十分严重，就像我这样啦。所以为了在公众面前营造良好的形象，他们就会披戴假发。以致这个现象呢，在英国乃至整个欧洲越来越普遍。所以在英国的法庭上面，披戴假发也是一种在法庭上的形象。第3种说法呢，就更加的冠冕堂皇，也就是说，当律师戴上假发那一刻起，将会搁下个人情感于一旁，然后他将会坚守以及奉行法律至上的精神 ，the supremacy of law。当然，以上的种种说法呢，都众说纷纭，就当做有趣的故事和大家分享啦。那如果大家呢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一样多多分享、按赞。我们下期再见，拜。